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残忍的现象？在这个社会上，越是流汗流泪拼命赚钱的人，往往口袋越空，日子过得越是喘不过气。反而那些看起来根本没在用力，到处游山玩水的人，钱却像上了强力胶一样，牢牢粘在他们身上。为什么老天爷这么不公平？其实根本不是老天爷偏心。我们老一辈有句俗话说得好，人两脚，钱四脚。你如果天天追着钱跑，你跑到气喘吁吁，跑到两腿发软，那钱照样躲着你。但是你说奇不奇怪？当你彻底停下来，不去追了，把自己的磁场调对了，嘿，这钱啊，反而像长了眼睛一样，转过头来追着你跑，你连甩都甩不掉。这可不是我在这边跟你们讲神话。楞严经里面有一句流传千古的话，8个字，叫做心能转物，即同如来。很多人看到这句话，以为就是要看破红尘，就是要当个穷光蛋，把钱当成毒蛇猛兽。错了，大错特错。你们去看看古代那些真正有大修为的高僧大德，他们住在深山野岭里，从不主动去化缘求财。可是你看看他们寺院的香火永远是最旺的，信徒的供养就像流水一样，源源不绝地送上山。你以为那是偶然吗？你以为那是他们运气好吗？根本不是，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个这世上最大的秘密，他们懂得怎么去跟财富的能量产生共振，他们身上的那个频率就是招财的频率。我知道讲到频率磁场，很多人的心里就开始纳闷了，尼斯不努力赚钱怎么会有钱？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别急，先别急着下结论，你们先静下心来，听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什么高僧，也不是什么大老板，他就是一个跟你我或者跟我们儿女一样，在都市里讨生活的普通年轻人。而他只用了短短3个月，就彻底洗掉了身上的穷鬼磁场。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个年轻人，我们叫他阿杰。阿杰这小伙子啊，我都替他觉得委屈。他在一家公司当业务，一干就是10年。10年啊，人生有几个10年？按理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早该升个小主管，薪水翻倍了吧？没有，他就在原地踏步。你说他不够努力吗？错了，他简直是全公司最拼命的员工。每天早上第一个进办公室，晚上最后一个关灯离开。别人放假去逛街喝下午茶，他穿着雨衣，骑着那台破机车，在外面风吹日晒跑客户。可是结果呢？钱就是存不下来。每个月薪水一发，房租一扣，水电瓦斯一缴，孝亲费一给，剩下的连塞牙缝都不够，真的是赚多少花多少。有时候到了月底还得吃泡面度日。阿杰心里苦啊，他常常看着那些看起来根本没在做事，每天轻轻松松的同事，心里很不平衡。为什么人家随便打几个电话就成交，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我这么拼老命，却天天为了几百块钱在那边发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杰试过各种办法。市面上那些什么理财达人教你30岁退休，教你如何看懂 K 线图的书，他买了一大堆。什么投资理财的周末课程，他也花钱去上。结果呢，方法学了一堆，口袋还是一样空。他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觉得命中注定是个劳碌命。有一年冬天，那天刚好寒流来袭，台北的街头冷得像冰窖一样，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痛。阿杰那天又加班，弄到晚上11点多才走出公司大楼，路上冷冷清清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他拉紧了单薄的外套拉链，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脑子里盘算的却是下个月房租还差2000块，信用卡的最低应缴金额也快到期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个时候，他走到一个地下道口，看见角落里缩着一个老人。那老人看起来7老80了，身上只穿着几件破旧的单衣，冷得瑟瑟发抖。老人的面前放着一个边缘都缺了角的破碗。说句实在话，阿杰这个时候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有那个闲钱去施舍别人？他平常看到这种情况，多半是低着头快步走过去。可是那天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不知道为什么，阿杰停下了脚步。也许是因为老人那双在昏暗路灯下显得出奇清澈的眼睛，又或者是看着老人想到了自己远在乡下老家的父母。阿杰叹了一口气，伸手去掏口袋里的皮夹，打开一看，里面干干净净的，只剩下一张蓝色的1000元大钞。那1000块是他接下来好几天的饭钱啊。阿杰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心里天人交战，给了，我明天吃什么？不给，这老人家今晚会不会冻死在街头？足足犹豫了1分钟，最后他咬了咬牙，心一横，把那张仅存的1000元大钞抽出来，轻轻放进了老人的破碗里。就在这个时候，老人缓缓抬起头，看着阿杰，那眼神一点都不像个摇尾乞怜的乞丐，反而透着一股让人无法直视的深邃。年轻人，老人的声音不大，却很温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穿透力。你知道你刚刚做了什么吗？阿杰愣了一下，苦笑着说，老伯，我没做什么，就给你一点钱，买点热吃的，赶快回家吧，太冷了。老人嘴角微微上扬，笑了笑，不，你做的不是给出，你刚刚是替你自己打开了一扇门。阿杰完全听不懂老人在打什么哑谜，他只觉得这个老伯讲话怪怪的，跟一般讨钱的人不一样。老人拍了拍旁边冰冷的水泥地，示意阿杰坐下。你为了钱的事情烦恼很久了吧？这句话就像一根针一样，直直戳中了阿杰内心最痛的地方。他眼眶一红，点了点头。老人看着他，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努力，钱却永远留不住吗？因为你一直在追着钱跑。你有没有想过，也许问题根本不在于你不够努力，而在于你的频率完全不对。频率，阿杰一头雾水，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赚钱。对，频率。老人点点头，这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频率，钱也有钱的频率。你回想一下，你每天面对钱的时候，心里发射出来的是什么频率？是恐惧，是焦虑，是害怕不够的匮乏感。你每天都在对老天爷喊着，我没钱，我不够。这种频率就像是在对着财富大喊，滚开，别过来。你越是想要抓紧他，他越觉得你有危险，躲你躲得越远。阿杰本能的想反驳，我哪有叫钱滚开，我是真的很想要钱啊。但他突然闭上了嘴，因为他扪心自问，老伯说的没错，他每天睁开眼睛，脑子里转的都是钱不够用怎么办，那种心急如焚，像被狗追着咬的感觉，真的就是一种深刻的恐惧。这时候老人慢慢站了起来，他做了一个让阿杰下巴差点掉下来的动作。他把那个破碗拿起来，把里面所有的零钱连同阿杰刚放进去的那一张1000元大钞全部倒进了阿杰的手里。老伯，你这是干什么？阿杰急了，我不需要这些。老人拍了拍手上的灰尘，但你需要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你真的想搞懂钱的秘密，想知道什么叫频率，明天早上9点到城北山腰上的观音寺来找我。老人顿了一下，眼神变得无比锐利。记住，如果你决定要来，你就要准备好，把你脑袋里那些自以为是的赚钱观念全部给我放下。说完，老人转过身，步履稳健地走进了冷冽的夜色中，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阿杰一个大男人，呆呆地站在寒风中，手里攥着那一堆硬币和那1000块钱，脑袋里像一团乱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遇上神经病了，还是遇到骗子了？可是转念一想，哪有骗子会把钱还给你的？那老人说的频率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一夜，阿杰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几乎彻夜未眠。去还是不去？到了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阿杰猛地坐起身来。去？为什么不去？反正老子现在都已经穷到这步田地了，情况还能糟到哪里去？死马当活马医吧。城北的观音寺在半山腰上，没有公车可以直达。阿杰骑着那台破机车到了山脚下，剩下的路只能靠2条腿。他平常缺乏运动，这山路爬了半个多小时，累得他上气不接下气，衣服都湿透了，才好不容易看到寺庙的山门。这个观音寺规模不大，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一踏进去就有一种让人心里瞬间平静下来的磁场。阿杰在寺庙里转了一大圈，最后在大殿后方一个清幽的小院子里看到了昨天晚上那个老人。但眼前的景象让阿杰当场倒抽了一口凉气，整个人僵在原地。那个昨晚穿着破烂缩在地下道发抖的老乞丐，此刻竟然穿着一身笔挺干净的黄色僧袍，盘腿坐在蒲团上打坐，旁边还站着一个年轻的沙弥，恭恭敬敬地替他拿着拂尘。听到脚步声，老人缓缓睁开眼睛，看着满头大汗的阿杰，脸上露出了慈祥的微笑。你来啦，我看你这眉头皱的，
心里还是100个解不开的结啊。阿杰结结巴巴地说：“您是这里的师傅。”老和尚笑着摆摆手：“我是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昨晚在自己都快没饭吃的情况下，还愿意把最后的1000块掏出来给人。这说明啊，你这年轻人虽然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但心底深处那一点善的光明还没灭。就是这一点光把你引到了这里，也即将改变你的下半辈子。”老和尚指了指旁边的石凳：“坐下吧，喝口热茶。今天老衲就来给你讲讲，挡住你财路的到底是哪几只看不见的拦路虎。”阿杰坐在石凳上，双手捧着小沙弥端来的热茶，热气腾腾的。但他这个时候心里还是七上八下。老和尚看着他，轻轻叹了口气：“年轻人啊，你们现在这个社会物质条件比我们以前好太多了，可是你看看街上走的人，哪一个眉头不是皱在一起的？大家都在拼命赚钱，可是赚到了钱，人却没有比较开心，没赚到钱的更是天天愁眉苦脸。你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吗？”阿杰摇摇头，一脸茫然。问题就出在你们身上带着破财的磁场而不自知。老和尚一字一句地说：“今天老衲就跟你讲白了，挡住你财路的有3大拦路虎，你仔细听听自己中了几招。”老和尚竖起第一根手指头，第一个破财磁场叫做匮乏意识，也就是说你骨子里就觉得自己是个穷人。阿杰一听差点没跳起来：“师父，这不公平啊，谁不想当有钱人？我天天做梦都想发财，我怎么可能觉得自己是穷人？”老和尚笑了：“别急着反驳，我问你，你每个月领到薪水去缴房租付账单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心在淌血？是不是觉得哎呀，钱又变少了，这点钱哪够用啊？”阿杰被戳中痛处，默默地点了点头。这就对了。老和尚指着阿杰的心口说：“你脑子里想着要发财，可是你的心，你的情绪却时时刻刻在发射一种信号，叫做我不够，我很缺，我很穷。”你想想看，很多父母从小怎么教小孩的？哎呀，赚钱很辛苦啊，我们家没钱，不要乱买东西，你要省吃俭用啊。这些话听了几十年，就像一颗种子一样，死死地种在你的潜意识里。老和尚喝了一口茶，继续说：“这叫做什么？这叫从小被穷养出来的穷酸气。你带着这种永远觉得不够的匮乏意识去工作，宇宙接收到的信号是什么？宇宙会说：哦，这个人觉得自己很穷，好，那我就成全他，给他更多穷的体验。这就是为什么越怕没钱的人，越容易遇到机车坏掉要修，家里漏水要补，这种莫名其妙破财的事情。这不是运气不好，是你自己把破财的事情给吸引过来了。各位，你们听到这里，心里有没有震一下？你们自己回想一下，是不是常常舍不得给自己买件好衣服？去菜市场为了1-2块钱跟菜贩杀得脸红脖子粗，你以为你在省钱，其实你是在散发一种我很穷的低频磁场。这种磁场一出去，财神爷看到你都绕道走啊。接着老和尚竖起第2根手指，第2个破财磁场叫做执着与贪求，也就是你把钱抓得太紧了。阿杰不解地抓抓头：“师父，想要有钱当然要紧紧抓着啊，不然钱跑了怎么办？糊涂！”老和尚手里的拂尘轻轻一挥。唐朝有个叫慧能的和尚，本来是个不识字的砍柴樵夫。有一天他听到人家念《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当下就开悟了，后来成了我们禅宗大名鼎鼎的六祖。那句话叫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阿杰听得一头雾水：“师父，您别跟我讲文言文，我听不懂。”大白话就是告诉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心不要被绑死在上面。老和尚站起身来，指着院子里一棵参天大树说：“你看那棵树长得好不好，枝叶茂盛吧？我问你，这棵树每天有需要满院子跑着去追阳光吗？它有需要拼命伸出手去抓空气吗？”阿杰摇摇头：“没有，他就待在那里。对，他不需要去追。”老和尚目光炯炯地看着阿杰，他只要把根狠狠地扎进泥土里，吸收养分，把自己生长好，阳光自然会照在他身上，雨水自然会滋润他。财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老和尚走到阿杰面前，摊开手掌，假装里面有一把沙子。你想要钱的心情就像手里抓着一把沙子，你越害怕失去，手捏得越紧，那沙子就从你的指缝间漏得越快。这叫执着。执着的背后是什么？是恐惧啊，你怕失去它。你用一种恐惧的能量去对待钱，
钱就像被你掐住脖子一样，它能不跑吗？你要懂得松手，把心放宽，该你的它跑不掉，不是你的你拼了老命也留不住。各位朋友，老和尚这句话讲得太透彻了。你们看看身边那些整天盯着股票荧幕，股票跌了1毛钱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人，哪一个不是活得比狗还累？这就叫被钱绑架了。你不执着，钱才会像流水一样顺其自然地流进你的口袋。老和尚走回石凳坐下，竖起了第3根手指。这第3个破财磁场，也是你们现代人病得最重的一个，叫做焦虑与恐惧。阿杰苦笑了一下，师父，这不能怪我们啊，现在物价这么高，薪水这么薄，我不焦虑行吗？我怕老了没钱看病，怕被公司裁员，每天一睁开眼全是压力。我懂。老和尚点点头，语气变得慈悲起来。可是年轻人，你知不知道，焦虑是这个世界上频率最低最浑浊的一种能量。当你整个人陷入焦虑和恐惧的时候，你的气场是收缩的，是混乱的。在这种像乌云盖顶一样的状态下，你能做出什么好决定？老和尚反问，阿杰，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常常因为急着想赚钱就去瞎投资，或是因为害怕失去客户就低声下气的接了一些根本不赚钱的奥客案子，最后搞了自己一身腥？阿杰听得冷汗直流，老和尚简直像是有读心术一样，把他这几年的惨况说得一字不差。人只要一急一慌一害怕，智商就等于0。老和尚语重心长地说，焦虑的频率只会吸引更多让你焦虑的事情来找你。你怕生病，偏偏就容易生病；你怕破财，偏偏就一定破财。这不是老天爷在整你，这是你自己用焦虑的磁场把这些倒霉事给拉过来的。大殿里的木鱼声扣地传来。阿杰坐在小院子里，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这10年来，他以为自己是运气不好，以为是老板不赏识，以为是老天爷没长眼，直到今天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一直把财富往外推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他每天带着我觉得我不够，我好怕失去，我好焦虑，这3座大山去上班，这怎么可能赚得到钱呢？阿杰猛地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急切的光芒。师父，我懂了，我彻底懂了，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身上都是这种穷酸气和破财磁场，我要怎么把它洗掉？我要怎么调频率？老和尚微微一笑，摸了摸下巴的胡须，孺子可教也。既然你知道病因在哪里的，接下来老衲就来教你怎么把身上的频率调成让钱财主动找上门的高频磁场。这可是千金不换的转运秘密，你可得听好了。阿杰坐在石凳上，眼睛瞪得老大，急切地问，师父，既然焦虑、执着跟匮乏会把钱吓跑，那我到底该换成什么频道，财神爷才会看上我？您快教教我吧。老和尚看着阿杰猴急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年轻人，你这急性子又犯了，我刚刚才说要放下焦虑，你现在这副模样不又是急求的低频磁场吗？深呼吸，把心定下来。老和尚指了指阿杰胸口，要调对频率，其实一点都不悬，全在你的起心动念之间。今天老衲就传授你3个真正能把钱吸过来的高频磁场，这可是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你听好了。老和尚竖起第1根手指，第1个高频磁场叫做感恩。阿杰一听，眉头又皱了起来，小声嘀咕，感恩师父，这话我听多了，可是我现在穷得连下个月房租在哪里都不知道，口袋空空，肚子也扁扁的，您叫我拿什么去感恩？感恩老天爷让我这么惨吗？各位朋友，很多人现在是不是跟阿杰想的一模一样，觉得哎呀，老师啊，等我有钱了，等我买了大房子了，我一定天天给老天爷磕头感恩，我现在穷得快被鬼抓走了，感恩个屁啊！这就是你们这辈子最大的盲点，顺序完全搞反了。老和尚毫不客气地拿起拂尘，在阿杰的肩膀上敲了一下，糊涂，你以为感恩是有才感恩吗？大错特错。宇宙的规律是，你先学会感恩你现在拥有的，宇宙才会给你更多值得感恩的东西。这个顺序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颠倒。老和尚盯着阿杰的眼睛，语气变得严厉，你说你没什么好感恩的，你今天早上是不是自己走路上山的？你的双腿健不健康？你能大口呼吸新鲜空气，不用插管吧？你昨晚是不是还有个遮风避雨的租屋处，没睡在天桥底下？你还有份工作，虽然钱不多，但至少饿不死吧？你瞎了吗？这些都不是老天给你的福报吗？阿杰被老和尚这连珠炮似的一顿骂，骂得面红耳赤，羞愧地低下了头。
感恩的作用是什么？老和尚语气缓和下来，慈悲地说，感恩就像一把放大镜，当你每天盯着我没有的东西看，你的能量就是枯竭的。但是当你把眼光转向我已经拥有的事物上，打从心底说一句谢谢的时候，你的心胸瞬间就打开了。你在告诉宇宙，我很富足，我很满意。宇宙接受到这个我很富足的强大频率，就会说，好，既然你这么丰盛，我就再多给你一点。这就是感恩能招财的科学原理。接着老和尚竖起第二根手指，第二个高频磁场叫做喜悦的流动。阿杰愣了一下，喜悦的流动，这又是什么意思？老和尚没有直接回答，反而给阿杰讲了一个故事。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商人叫王居士，这个人啊，做生意非常厉害，家财万贯，可以说是富甲一方。但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每一次他赚了钱，必定会拿出一大笔钱来布施，铺桥造路，施粥救济穷人。他做这些事的时候，脸上永远挂着开心的笑容，一点都不心疼。有一次，一个小气的同行就跑去问他，王老板啊，你这钱已经多了花不完了，你还天天拿出去白送人，你这不是傻吗？你猜王居士怎么回答？老和尚笑着看着阿杰，阿杰摇摇头，不知道，可能他想积阴德吧。王居士笑着跟那个人说，正因为我懂得把钱给出去，所以我才会这么有钱。老和尚一拍大腿，大声说道，这句话就是财富的最高机密。后来王居士遇到一位得道高僧，高僧告诉他，钱就像是水，水为什么不会发臭？因为它会流动。各位观众，你们仔细听这段话，这可是精华。老和尚对着阿杰说，你把钱死死捏在手里，当个铁公鸡，一毛不拔，那钱就成了一滩死水。死水久了是会发臭，会生蚊虫，会招来病痛和灾祸的。但是如果你让它流动起来，你开心去买东西滋养自己，开心去帮助别人，钱就变成了活水。活水源源不绝，流出去的最后都会带着更多的水流回归大海。你昨晚掏出那1000块给我的时候，老和尚看着阿杰的眼睛，虽然你心里有犹豫，但你给出来的那一瞬间，你是真心想要帮助一个快冻死的老人。那一刻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就是富足与喜悦的频率，宇宙感觉到了，他认定你是一个有能力给予的富翁，所以他把你引导到了这里。阿杰听到这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原来给钱不是失去，而是在创造更大的回流。那第三个呢？阿杰迫不及待地问，眼里已经没有了早上的迷茫，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光芒。老和尚竖起第3根手指，第3个也是最难做到的一个高频磁场，叫做信任。信任谁？信任朋友，不会欠钱不还吗？阿杰抓抓脑袋，是信任宇宙，信任老天爷，信任因果法则。老和尚的神情变得庄严肃穆。可是师父，阿杰犹豫了一下，我以前也信任过公司会给我升职，我也信任过某个投资案会赚钱，结果呢，我被坑得很惨。现在这个社会叫我怎么敢随便信任？你那是盲目加上有所求的贪念，那不叫信任。老和尚一语道破，真正的信任是我们老祖宗讲的6个字，尽人事，听天命。老和尚站起来，走到花圃旁，指着泥土说，就像农夫种田，你把种子播下去，这叫尽人事。你每天去浇水除草，这也叫尽人事。可是你会不会每天半夜爬起来，把泥土挖开，看看种子发芽了没？你如果天天挖，一种焦虑恐惧的心态，那种子早就被你弄死了。真正的信任是你播了种，浇了水，然后你就拍拍屁股回家睡觉，你心里很踏实，你知道阳光会来，雨水会来，时间到了它自然就会长出果实。这就叫放手，这就叫信任。老和尚转过头，目光如炬地盯着阿杰。放在赚钱上也是一样，你要不要去上班？当然要。你要不要去跑客户？当然要。但是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不要再挂着那种万一失败怎么办，万一这个月业绩没达标怎么办的沉重包袱。你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用感恩的心去服务客户，然后放手，把结果交给老天爷。你要相信，只要你的频率是善的，是富足的，老天爷绝对不会亏待你。就算这个案子没成，宇宙也会在另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给你补上更大的福报。这就是最高级的信任频率。阿杰呆呆地坐在石凳上，耳边回荡着老和尚的这番话。
10年的委屈，10年的不甘心，10年的焦虑，在这一刻就像是被清晨的阳光照耀到了冰雪一样，瞬间融化了。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留不住钱了。他以前就像个疯狂的农夫，不仅天天挖开泥土看种子，还一边挖一边骂老天爷为什么还不结果。师父，我懂了。阿杰的眼眶湿润了，他深深地鞠了个躬。我以前真的是活颠倒了。老和尚满意的点点头，坐回蒲团上。既然道理你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就得来点真枪实弹的练习了。光说不练假把戏，老衲现在就教你几招，你回家每天照着做。只要3个月，我保证你的磁场会焕然一新，连你身边的财神爷看了都会喜欢的不得了。大殿外头的阳光穿过树叶，洒在小院子里。阿杰现在整个人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眼睛放光地盯着老和尚。师父，您快教教我，我这几十年沾满了穷酸气，到底该怎么洗掉？我要怎么把频率调回来？阿杰急切地问。老和尚看着他，满意的点点头，手里的拂尘在空中画了个圆。好，既然你心门打开了，老衲今天就大发慈悲，把这套改命的4个救命招传授给你。这4招不花你半毛钱，也不用你去买什么昂贵的开运商品，你只要每天老老实实的照着做，做满3个月，你的磁场绝对大翻身。老和尚清了清嗓子，竖起第1根手指，第1招叫做晨间富足观想。阿杰立刻竖起耳朵听。老和尚指着阿杰的鼻子问，我问你，你每天早上醒来，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事是干什么？阿杰愣了一下，抓抓头说，摸手机啊，看看现在几点，然后滑一下新闻，看看有没有客户传讯息来，再看一下银行户头。停！老和尚大喝一声，吓了阿杰一跳。这就是你们现代人最大的致命伤。各位听好了，你们是不是也一样，眼睛一睁开，魂都还没归位，就急着拿手机看股票跌了没，看新闻哪里又出车祸了，想着今天还有多少账单要缴。老和尚拍着大腿，痛心疾首地说，你一大早脑子里灌进去的全部都是焦虑、恐惧，还有钱不够的烦恼。你这叫什么？你这叫一起床就给自己灌毒药。你一天的频率在早晨这黄金5分钟就被你彻底搞臭了，财神爷还敢靠近你吗？那师父，我该怎么做？阿杰紧张地吞了口口水。明天开始，老和尚语气变得庄重，早上醒来不要马上下床，手机给我丢得远远的。你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深呼吸，把气吸到肚子里，再慢慢吐出来，然后在心里真真切切地去感受我很富足这4个字。不是叫你去幻想自己中了乐透，开跑车，那叫贪念。老和尚纠正道，是去感受你已经拥有的安稳，你去感受，哎呀，我还有一张温暖的床可以睡，我没有睡在天桥下，我的心脏还在跳，我还活着，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去打拼。你让这种安心、温暖、富足的感觉像热水澡一样，从你的头顶一直流到脚趾头。老和尚接着说，起床后走到镜子前面，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大声说一句，我是富足的，我值得拥有世间一切的美好。你别觉得这很傻，你每天骂自己是穷光蛋，骂了几十年都不觉得傻，现在夸自己一句富足怎么了？这叫重新洗脑，把潜意识里的穷鬼赶出去。接着老和尚竖起第2根手指，第2招叫做布施的艺术，建立活水基金。阿杰面露难色，师父，第1招不用钱我做得到，可是布施，我现在自己都快饿死了，哪有钱去布施啊？老和尚笑了，手里的佛珠转得飞快，又来了又来了，这就是穷人思维。谁告诉你布施一定要花大钱的？你去路边买个10块钱的红豆饼给流浪汉，算不算布施？你今天坐公车让个座位给老太太，算不算布施？你走在路上对着清洁队员笑着说一句辛苦了，这叫言布施，也是布施啊。老和尚看着阿杰，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改变的是那个给予的心态。我教你一个最实在的方法，从下个月开始，你领到薪水，不管多少，硬性规定自己拿出 1% 或者 5%， 把它装在一个信封袋里，这笔钱就叫活水基金。这笔钱只能用来给予，你可以拿去庙里添香油钱，可以买几包狗粮去喂流浪狗，甚至可以请办公室的同事喝杯咖啡。但是你记住一个铁律，老和尚神情变得无比严肃，如果你把这钱掏出来的时候心里在滴血，觉得哎呀好痛好舍不得，
那你就给我收回去，千万别给。阿杰傻眼了，为什么？给的不是做好事吗？因为你带着心痛和不舍的频率去给钱，你散发出来的磁场就是匮乏。老和尚指着天空，老天爷不是看你给了多少钞票，老天爷是看你给钱的时候，那个心是丰盛的还是恐惧的。宁可给少一点，但给得开开心心，这才叫真正的活水流动。说完布施，老和尚竖起第3根手指。第3招，这招最神了，叫做跟钱对话的金钱沟通术。跟钱说话，阿杰瞪大了眼睛，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老和尚。师父，您别寻我开心了，对着钞票讲话，别人会把我当神经病的，你才是神经病。老和尚没好气地敲了一下阿杰的头，你们这群凡夫俗子对待钱的态度才真的像神经病。你们成天想要钱来，可是真要花钱的时候呢，你去缴房租，去付水电费，脸拉得比马脸还长，心里暗骂又要大失血了，钱怎么一直出去？你把钱当成仇人一样看待，每次钱离开你，你都给他一个大白眼，他下次还想回来找你吗？老和尚这番话简直就像一道闪电劈进了阿杰的脑袋。万物皆有灵啊，年轻人，老和尚语气变得轻柔，下次你再去缴房租的时候，把钱递出去的那一刻，你在心里默默对钱说，谢谢你啊，因为有你，我才有这个遮风避雨的家，不用在外面吹冷风。你去菜市场买菜，付钱的时候心里想，谢谢你，因为有你，我的身体才能得到滋养。老和尚看着台下镜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声说道，各位乡亲啊，这招你们一定要学起来，把失去钱的痛苦转化为花钱的感恩。你把它当作是在请老朋友帮忙办事，谢谢他帮你换来了舒服的生活。还有啊，只要有钱进来，哪怕只是发票中了200块，或者是走在路上捡到1块钱，你都要在心里大喊，欢迎光临，谢谢你来到我身边。你把钱当贵宾招待，他就会带着他的7大姑8大姨成群结队的来找你。阿杰听得如痴如醉，这些观念彻底颠覆了他30年来的人生观。最后老和尚竖起第4根手指，神情变得异常严肃。第4招也是最关键的收尾功夫，叫做洗掉穷酸气的能量清理法。师父，这要怎么洗？阿杰赶紧拿出笔记本准备记下来。你几十年来对有钱人有没有嫉妒过？有没有抱怨过老天不公？有没有觉得钱很脏很难赚？老和尚连问3个问题，阿杰连连点头，羞愧得抬不起头。这些负面的念头就像你身上的污垢，一层一层的糊在你的磁场上，把你原本发光的灵魂都盖成了黑灰色。老和尚说，第一步，你今天回家拿出一张白纸，把你脑袋里对金钱所有肮脏、负面、恐惧的想法全部写下来。不要骗自己，觉得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就写下来，觉得我命中注定穷也写下来。写完之后呢，看着它，告诉自己这都是垃圾，这都不是真的，然后把它撕个粉碎，或者安全的把它烧掉，把这些毒素排出去。老和尚手一挥，像是在驱赶晦气。接着老衲教你一个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物理净化法，海盐净化法。老和尚指着阿杰说，你回去买一包最天然的海盐，粗盐最好。如果你家有浴缸，放一缸温水，撒几把海盐进去，整个人泡在里面20分钟。在泡的时候，你闭上眼睛观想，想象你身上那些焦虑、恐惧、晦气、穷酸的黑水全部被海盐吸了出来，溶解在水里。最后拔掉塞子，看着那些黑水咕噜咕噜的流进下水道，彻底离开你的身体。如果没有浴缸呢？阿杰连忙问。没有浴缸，洗澡的时候抓一把海盐，轻轻在身上搓洗，效果是一样的。海盐在风水学和能量学上是最好的除煞辟邪、净化磁场的圣品。你1周洗个2次，把你那一身乌烟瘴气的低频能量洗干净，财神爷才看得清楚你在哪里啊。老和尚一口气讲完这4招，端起已经微凉的茶杯，喝了一口，润了润嗓子。他深深地看着阿杰，语气变得无比慈悲。阿杰啊，老衲今天把这个底牌都先给你看了，但我要提醒你一句，这不是变魔术。你不要今天回去泡了个盐水澡，明天早上起来看银行户头没多出100万，就跑来砸我的庙，说老和尚骗人。调整频率就像是调养身体，你吃垃圾食物吃了30年，能指望吃2天青菜就变成猛男吗？老和尚拍了拍阿杰的肩膀，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不要天天盯着结果看，不要去执着钱怎么还没来，
你就轻轻松松的、开开心心的去做这4件事，去享受那个我本来就很富足的感觉。当你真的不去在乎钱什么时候来的时候，老和尚仰起头，看着满院子的阳光，微微一笑，奇迹就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敲响你的大门。阿杰站在那里，深吸了一口气，他觉得肩膀上前所未有的轻松，那种压在心头10几年快把他逼疯的重担居然奇迹般的消失了。他深深地朝老和尚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转身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下了山。1个月后，2个月后，阿杰的命运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间过得很快，阿杰下山之后，照着老和尚教的那4招，傻傻的做，天天地做。你猜怎么着？刚开始2个礼拜，什么动静都没有。换做以前，他早就放弃开骂了。但他这次记得老和尚的话，不执着，结果他就当作是在洗涤心灵，每天开开心心的感恩，捐小钱，泡盐水澡。到了第3个月，奇迹真的发生了。公司本来轮不到他接的大客户，因为同事生病，主管临时塞给他。他带着那种富足、不恐惧、失去的从容心态去谈判。客户一看这小伙子气场真好，不卑不亢，当场签了个大单。半年后，他不仅升了小主管，薪水翻倍，更重要的是，他每天晚上睡得无比香甜，那种从内心深处涌出来的踏实与平静，给他1000万他都不换。好了，阿杰的故事讲完了。肯定有人心里不服气，林老师啊，你刚刚说要心肠好，要懂得感恩，要高频率才会赚钱。可是不对啊，我隔壁那个邻居做生意天天偷工减料，对员工尖酸刻薄，他哪有什么高频率？他满肚子都是坏水。可是人家怎么照样住大别墅，开进口名车？问得好，你们这个疑问，今天我就在这里顺便把这个千古迷思给你们彻底戳破。你们啊，看事情别只看表面，只看眼前。你们以为老天爷瞎了吗？宇宙的法则会对某些人特别优待吗？错了，因果法则，天道酬赋，那是丝毫不爽的。我再给你们讲一个真实案例。那个开工厂的老板老陈啊，确实有钱，身价好几个亿。他发迹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心狠手辣。别人不敢赚的黑心钱，他敢；别人的专利，他拿来抄袭。他每天的频率是什么？是极度的贪婪，是那种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钱都吸干，1毛钱都不分给别人的贪念。有一天，老陈透过层层关系找到我，把我请到他那栋占地几百平的豪华别墅里。一进门，哎呦，真的是金碧辉煌啊！客厅正中央摆着一个比人还高的紫水晶洞，据说花了200多万买的。左边供着一尊纯金打造的貔貅，右边还做了一个超大的风水滚轮水池，水流的哗啦哗啦响。老陈挺着个大肚子，抽着雪茄，得意洋洋地问我：尼师，您看看我这风水局布得怎么样？这可是我花重金请了好几个大师来看过的，叫做五鬼运财大局。我这几年财源滚滚，全靠这个局撑着。您帮我看看，还能不能再加点什么东西，让我明年把对手的公司直接并购过来。我当时站在他家客厅，眼睛闭上，感受了一下他这屋子里的气场。各位朋友，你们猜我感受到了什么？这屋子里虽然摆满了招财的吉祥物，可是整个气场却是一股极度冰冷、浑浊、充满杀伐之气的黑雾。那种磁场压抑的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睁开眼睛看着老陈，冷冷地跟他说了一句话：陈老板，你这房子里的财气确实很旺，旺到邪门了，但是你这个装钱的容器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我劝你别再想着怎么赚更多钱了，赶紧拿钱去布施，去救济穷人，去善待你的员工吧，不然你这滔天的财富马上就会变成催命的毒药。老陈一听，脸色当场就变了，雪茄往烟灰缸里一按，不高兴地说：倪大师，我请您来是来指点财路的，您怎么反倒触我眉头？我老陈命硬得很，这辈子只信钱。看他不听劝，我也没多说什么，摇摇头就走了。良言难劝，该死鬼啊！结果呢？各位，不出3年，报应就来了。老陈因为长期带着贪婪、算计的极低频率生活，那些强求来的财富终究成了反噬他的毒药。3年后，他突然查出绝症，纵使砸下金山银山，请名医也买不回健康。与此同时，
他的宝贝儿子染上毒瘾，败光了几个亿的家产。老婆一看情况不对，更是连夜卷款潜逃。老陈临终前的那几个月，躺在医院的高级病房里，身边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他看着存折里那一长串带不走的数字，每天都在流眼泪。你们说老陈有钱吗？他太有钱了。可是他有好下场吗？没有。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讲的一句千古名言：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钱它是一种巨大的能量，你的心性、你的品德、你内在的频率就是一个容器。如果你的心量只有一个小茶杯那么大，却靠着各种手段硬生生的让老天爷往你这个茶杯里倒进去1整桶的黄金，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就是这个小茶杯会被这股巨大的能量瞬间撑爆，粉身碎骨。老陈就是这样，他用极其恶劣的手段和风水阵法把钱强行拉过来，可是他的内在频率根本承受不住这些高频的财富能量，最后这些钱非但没有滋养他的生命，反而变成了绞肉机，把他的健康、他的家庭、他的一切全部搅得稀巴烂。所以你们现在还羡慕那些为富不仁的暴发户吗？你还觉得老天爷瞎了眼吗？宇宙的规律是绝对公平的，靠强取豪夺来的钱，如果你的频率不对，如果你的德行不够，老天爷有10000种方法把它收回去。可能是一场大病，可能是一个败家子，可能是一场意外官司。总之不是你的，你1分钱都留不住。阿杰为什么能留住钱？因为阿杰是先把自己的容器扩大了，他先把自己的频率调成了感恩、喜悦、信任，他的心胸变宽广了，变成了一个大水缸。这时候宇宙把财富之水倒进来，他才能稳稳当当的接住，而且水波不兴，滋养万物。这就是我今天要教给你们的最重要的一课。不要光看别人眼前的风光，你要看他这艘船的底子漏不漏水。你如果每天只想着怎么弄大钱，却不修自己的心，你就是那个坐在漏水船上还拼命往船上搬金条的傻瓜。金条搬得越多，你这艘船沉得就越快。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记性不好，听的时候点头，结果回家睡一觉，第二天又忘得一干二净。来，我再最后啰嗦一遍，给你们做个重点总结，你们一定要刻在脑子里。记住，挡住你财路的3个大忌讳：一、匮乏意识，一天到晚觉得自己穷，穷神就跟着你；二、执着贪求，把钱掐得死死的，钱就像沙子一样漏光；三、焦虑恐惧，成天吓自己，低频磁场只会招来衰事。那怎么把钱吸过来？每天跟着我做这4招。第一招，晨间富足观想。早上睁开眼，先别看手机新闻，花5分钟感受自己还活着，还有床睡的富足感。第二招，建立活水基金，每个月拿出一点点小钱去布施，去帮人，给的时候要笑，这叫财富流动。第三招，跟钱对话，花钱的时候别心痛，要在心里说谢谢你照顾我的生活，收到钱的时候说欢迎光临。第四招，洗掉穷酸气，拿张纸把对钱的恐惧写下来撕掉，每周用海盐泡个澡，把身上的晦气洗得干干净净。这3计4招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你的命就开始转了。但是各位，今天的内容结束前，我要跟你们讲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佛陀在2500年前就说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当你看到别人赚钱，你不去嫉妒，你打从心底祝福他。当你看到弱小，你愿意伸出援手，哪怕只是一个微笑，一句安慰。当你遇到困难，你不去怨天尤人，反而感恩这个考验让你成长。这样的你早已超越了贫富，活出了生命的本然富足。财富只是能量流动的显化，而你的心量有多大，能量就有多广，你的慈悲有多深，福报就有多厚。不必急着证明自己，也不必执着结果，只要持续校准内心频率，让善念如呼吸般自然流露，万事万物自会向你奔赴而来。当你的一颗心真正自由了，满足了，懂得爱人了，那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最后，我邀请所有看到这里的朋友，不管你现在户头里有多少钱，不管你现在正面临什么样的难关，请你立刻滑到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祝福某个陌生人，你可以感恩你今天拥有的一顿热饭，或者请你跟着我打下这8个字：财源广进，心性通透。当你把这8个字打出来，发送出去的那一瞬间，
你就是在向全宇宙宣告，我已经清理了我的穷酸气，我准备好迎接丰盛了。我愿意用我清澈的心性去承载老天爷赐给我的巨大财富。祝福你们，愿你们每一个人都能调对频率，找回那个本来就丰盛、本来就富足的自己。我们下次见。